你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播客。今天咱们聊聊一个特别实用的话题，每天到底应该喝多少杯水？对，这个问题我觉得每个人都想知道，我自己就经常纠结，有时候一天下来发现就喝了1-2杯水，有时候又觉得是不是喝太多了。哈哈，你这个情况太常见了。其实关于每天喝多少水，真的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答案。为什么没有标准答案？我以前听说过什么8杯水理论。8杯水确实是个很流行的说法，但这个其实是个大概的参考。你想想，一个1.8米的大个子和一个1.6米的小个子，需要的水量能一样吗？这么说确实有道理。对，影响我们需要喝多少水的因素特别多，比如说年龄、性别、体重，还有你今天干了什么，天气怎么样，甚至你的身体状况都会影响。那你说说，一般成年人大概需要多少水？大部分建议是这样的，成年人每天总的水分摄入量应该在2000到3000毫升之间。注意啊，这里说的是总水分摄入量。总水分，不是光喝水吗？对，不是光喝水，这里面包括你直接喝的水，还有从食物里获得的水分，比如说你吃的蔬菜、水果、喝的汤，这些都含水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直接喝水需要多少呢？直接饮水的话，一般建议成年男性每天1700毫升左右，女性1500毫升左右。如果按照200毫升一杯来算，大概就是每天8杯水。这不就是8杯水理论吗？哈哈，对，所以说这个理论也不是完全没道理，只是它比较粗糙，实际上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。那食物能提供多少水分？日常饮食大概能提供800到1000毫升的水分。你想想，一碗汤、一盘青菜、几个水果，这些加起来水分还挺多的。这样算下来确实差不多。不过你刚才说影响因素很多，能具体说说吗？好，咱们一个一个来说。首先是体重，这个最直观，通常每公斤体重每天需要30到35毫升水。等等，让我算算，我60公斤，那就是1800到2100毫升。对，这是基础需水量，但这只是个起点，还要看你今天干什么。比如你今天去健身了，或者在大太阳底下干活，出了很多汗，那肯定要多喝水，可能要额外增加500毫升到1升，甚至更多。我有个朋友特别爱运动，夏天打篮球，一场下来能喝好几瓶水。对，这就对了。运动的时候，身体通过出汗散热，水分流失特别快，不及时补充的话，很容易脱水。那气候也有影响吗？当然有。你想想，夏天在空调房里和在户外，需要的水量能一样吗？炎热干燥的环境下，人体水分蒸发的特别快。我夏天确实比冬天喝水多。还有就是身体状况，比如说你感冒发烧了，或者拉肚子了，这时候身体失水特别厉害，需要额外补充。拉肚子的时候确实要多喝水，我有经验。对，腹泻、呕吐这些情况可能需要额外增加500毫升到1升的水分。发烧的时候也是，体温每升高1度，需水量大概增加13%。那有没有什么特殊人群需要特别注意的？有，比如孕妇，建议每天摄入3000毫升左右的水分，因为要维持羊水，还要供应胎儿的需要。哺乳期的妈妈呢？哺乳期更多，大概3800毫升，因为要产生乳汁，你想想，母乳87%都是水。哇，这么多！那老年人呢？老年人反而要注意，不能喝太多，建议每天2000到2500毫升就够了。喝太多可能增加心脏和肾脏的负担。为什么老年人要少喝一些？主要是因为老年人的心肾功能相对较弱，处理水分的能力下降，喝太多水可能导致水肿，甚至引发其他问题。明白了。那小孩子呢？儿童需水量相对成年人少一些，但也要保证充足，具体多少要看年龄和体重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起一个问题，有些人说口渴了才喝水，这样对吗？这个观念其实不太对。等到口渴的时候，身体已经处于轻度缺水状态了。
那应该怎么喝水？最好的方式是少量多次，每隔1到2小时补充100到150毫升，每次喝水控制在150到200毫升，就是小口慢饮。对，避免那种咕咚咕咚一下子灌1大杯的喝法，这样有助于身体均匀吸收水分，也减轻肾脏负担。那喝什么水比较好？首选白开水，简单直接，矿泉水、淡茶水也可以。饮料呢？果汁、可乐这些尽量少喝。含糖饮料、碳酸饮料不仅糖分高，还可能影响正常的水分摄入。浓茶、咖啡也要适量，因为咖啡因有利尿作用。水温有什么讲究吗？建议喝25到40度的温水，跟人体温度接近，更容易被吸收。太凉或太热的水都可能刺激肠胃。我夏天特别爱喝冰水，看来要改了。偶尔喝喝没关系，但不要长期这样。特别是女性，经常喝冰水可能影响生理周期。那什么时候喝水比较好？这个也有讲究。早上起床后空腹喝1杯300毫升左右的温水，可以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，促进肠道蠕动。我有这个习惯，感觉挺好的。2餐之间适量饮水，可以湿润口腔，促进消化液分泌。餐前30分钟喝水，还能增加饱腹感，有助于控制食欲。运动前后呢？运动前适量饮水，运动后及时补充。不过运动中也要注意，不要等到特别渴了才喝，要少量多次。睡前喝水好吗？睡前1到2小时内尽量少喝，免得半夜起来上厕所影响睡眠。但睡前适量喝200毫升左右的温水，有助于清洁肠道，降低血液粘稠度。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判断自己喝水够不够？最简单的就是观察尿液颜色。正常情况下，尿液应该是淡黄色的，如果颜色很深，说明可能缺水了。如果尿液无色透明呢？那可能是喝水太多了。当然，刚喝完很多水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的。喝水太多也不好吗？对，什么事都要适度。喝水太多可能导致水中毒，虽然这种情况比较少见，但确实存在。水中毒是什么？就是短时间内摄入过量的水，导致血液中钠离子浓度过低，可能引起头痛、恶心，严重的话还可能危及生命。听起来挺吓人的。不用太担心，正常情况下很难发生，除非你短时间内喝了特别大量的水，比如几个小时内喝了好几升。那有些疾病会影响饮水量吗？会的，比如糖尿病患者，特别是血糖控制不好的时候，会感到特别渴，喝水量明显增加。还有其他的吗？尿崩症患者饮水量会显著增加，可能达到6000到8000毫升，但这种情况需要医生治疗。那肾病患者呢？肾功能不全或心功能不全的患者需要根据医生建议严格控制饮水量，避免加重身体负担。这种情况一定要听医生的。如果正在输液呢？如果正在静脉注射生理盐水，可以适量减少口服饮水量，因为输液本身就在补充水分。说了这么多，我觉得喝水这件事还挺复杂的。其实也不复杂，关键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灵活调整。大部分人按照一般建议就可以了。那你能总结一下吗？好，简单来说，成年人每天直接饮水1500到1700毫升，大概8杯水，少量多次，主动饮水，不要等渴了再喝。选择温开水，避免过冷过热。对，还要根据自己的体重、活动量、气候和身体状况适当调整，观察尿液颜色来判断是否充足。特殊人群，比如孕妇、哺乳期妇女、老年人，要特别注意。有疾病的话一定要遵医嘱。我还想到一个问题，现在很多人工作忙，经常忘记喝水，有什么好办法提醒自己吗？这个问题很实际，可以在手机上设置提醒，每隔1-2个小时提醒一次。或者在办公桌上放个大水杯，看得见就想起来喝。对，还可以在水杯上做标记，比如上午10点前喝到这里，中午12点前喝到那里，
这样比较直观。有些人喜欢在水里加点柠檬片或者薄荷叶，这样可以吗？完全可以，这样能增加一些味道，让喝水变得更有趣，只要不加糖就行。茶叶呢？淡茶水算不算正常饮水？淡茶水是可以的，但不要太浓。浓茶含咖啡因比较多，有利尿作用，可能不利于水分保持。我发现有些人特别爱喝汤，这个算不算补水？当然算，汤的水分含量很高，而且还能提供一些营养。不过要注意盐分，太咸的汤可能增加肾脏负担。水果呢？水果是很好的水分来源，特别是西瓜、橙子这些水分含量高的，而且还能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起夏天吃西瓜特别解渴。对，西瓜90%以上都是水，而且含有一些电解质，是天然的运动饮料。那冬天呢？冬天好像不太容易感到渴。冬天确实容易忽略喝水，虽然出汗少了，但室内暖气或空调会让空气干燥，身体还是会失水的。而且冬天喝热水特别舒服。对，可以喝一些温热的水或者淡茶，既补充了水分，又能暖身。我还听说过一个说法，说早上起床后的第一杯水特别重要，是这样吗？确实很重要。经过一夜的睡眠，身体会通过呼吸、皮肤蒸发，失去不少水分。早上这杯水能及时补充。而且我发现喝了这杯水后，很快就想上厕所。这是正常的。这杯水能促进肠道蠕动，有助于排便，对身体很有好处。有人说早上要喝蜂蜜水或者盐水，这样好吗？一般情况下白开水就够了。蜂蜜水含糖，空腹喝可能刺激胃酸分泌。盐水的话，现代人饮食中盐分已经够多了，没必要额外补充。明白了。那运动时怎么补水比较科学？运动前2小时喝400到600毫升水，运动前15分钟再喝150到250毫升。运动过程中每15到20分钟补充150到200毫升。运动后呢？运动后要根据出汗量补充。一般来说，体重每减少1公斤，需要补充1000到1500毫升的水分。怎么知道自己出汗量？可以运动前后称体重，体重的减少基本就是出汗量，当然这个方法比较粗糙，但有一定参考价值。运动饮料需要喝吗？如果运动时间超过1小时，或者出汗特别多，可以考虑运动饮料，因为它能补充电解质，但日常运动白开水就够了。我们聊了这么多，我发现喝水真的是门学问。是的，虽然看起来简单，但要做到科学合理，还是需要一些知识的。最重要的是要养成好习惯。对，习惯一旦养成，就会变得很自然，不用刻意去想，身体会自动提醒你。我觉得今天的内容对大家应该很有用，毕竟每个人都要喝水。希望大家都能根据自己的情况找到适合的饮水方式，保持身体健康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用的话，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对，让更多人了解科学饮水的知识。